皇上，臣以为皇上春秋鼎盛，正当壮年，储君之事不急于义立。储君之为储君，正在一个“储”字，与陛下春秋鼎盛有何干系？昔日我太祖高皇帝称吴王，时即便以嫡子立为世子。一年，我太祖高皇帝登基称帝，随即以世子为太子。如今皇上已御及3年，年纪最小的皇子也已年过18，为何立不得太子？皇上，辅国公立储之言，臣附议，但谢大学士所言，臣不敢苟同。皇长子身有旧疾，而一国之君，夙兴夜寐，日理万机，像他这样的身体，如何能承担这等重任？而二皇子文武兼备，酷效陛下，且战功赫赫，似这等的皇子，立为国之储君，方可安天下、安民心，确保国统千秋万载。臣认为，当立二皇子为太子。太祖遗训：国之储君，立嫡立长。凡朝廷无皇子，必兄终弟及，须立嫡母所生者。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。如今3位皇子，俱是皇后娘娘嫡出，符合立嫡之说。然则，太祖遗训尚有嫡中立长之言，故此，大皇子当为储君。立皇长子为储君，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。臣恳请我皇陛下，立皇长子为太子。立储乃国之大事，不可操之过急。朕过几日自有决断。没事，就退朝吧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殿下，没想到夏璇他们竟然先出手了。如今他们占尽先机，咱们怎么办？殿下稍安勿躁，今日皇上并未在朝堂上做出决断，定是顾念到父子情谊，也定是对大皇子有所顾忌。我们下一步棋走得至关重要。殿下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跟皇上诉说冤屈。只要皇上心一软，咱们的赢面就大了。苦肉计，行得通吗？皇上一直对殿下疼爱有加，只要殿下声泪俱下，皇上必会心软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父皇。夏璇，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呢，我们不妨慢慢玩。儿臣不服，儿臣不服啊！平心而论，儿臣除了比大哥晚生了2年，其余哪一点不如大哥？靖难4年，沙场百战，是谁陪伴父皇左右？可大哥，他又做了什么？您忘了东昌一战，是谁浴血厮杀，为您解围？您忘了突子口一战，是谁骑兵突至，反败为胜？您忘了白沟河一战，
父皇中计，张玉战死，又是谁舍生忘死救父皇？您出来！又是谁？父儿之辈，说我大哥体弱多病，要我多多担当，多多认事。难道这些，父皇，您都忘了吗？儿臣自问对国家的功劳，比大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凭什么这皇位就一定是他的？有时序，乃乱道之行径，绝祸之根源。此力一破，子孙永无宁日。父皇，若说家事，儿臣自信不比大哥差。若说国事，我大哥那身体怎能当起如此重任？大哥儿子年幼，他身子又多病，自古道主少国疑，朝中多为见闻旧臣。父皇，您既然想着我大明国统千秋万载，难道这一点您就没想过吗？为父心里很乱，让为父静一静，再好好想想。父皇，退下吧。父皇，春寒时中，请父皇多多保重龙弟。虚儿啊，你若是长子，又何生这许多麻烦？父皇，儿臣为君不义，为父更不义。
果然不出您所料，穆恩传来消息，二皇子刚刚在皇上跟前哭诉了一番。告诉穆恩，给我好好的盯着。遵命。夫人，我要进宫，去找一趟郡主。我只是找他帮忙立储一事。我又没有说你什么，你干嘛不打自招啊？行了，去吧去吧。好了，你在家好好歇歇，我去就回。嗯。郡主，哎，夏寻，来，快坐。郡主，此次前来，我有事想请你相助。你要我帮什么忙？立储。这事有些难。姐姐一向不干预国事的，这你也知道。这是家事，不是国事。郡主。这后宫干政，乃是大忌，皇上自然也不肯破例。他虽宠爱皇后，可若皇后破了这个例，他不责备皇后，也必将会迁怒于大皇子。郡主只需要去提醒皇后，日后将如何保全所有爱子。郡主，过来。对皇后。宁可向他进言，请他以史为鉴，避免三子日后手足相残。更何况面临危险的，不只是皇长子，还有皇长孙。我这就走一趟。那就有劳郡主了。我虽不懂朝政，但也略知其中厉害。我会好好跟姐姐说的，她更懂得如何劝慰姐夫，让姐夫改变心意。小心点啊！抓到了！陈七，朕就知道你在这儿。这孩子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都是自家人，这是后宫，不必拘礼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一天一个样啊！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带着小家伙去歇息了。好，去吧。走吧。走了。你有心事？臣妾哪有心事？皇上不要胡乱猜疑。你我夫妻多少年了？你有没有心事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近来身子不好，头期一旦发作起来，便痛楚难当。平日你不可思虑太深呐。你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让你苦恼？有什么心事，与朕说。臣妾自诩与皇上从未有所要求，今日这里只有你我，臣妾有一事相求，恳请皇上念在夫妻的情分上，一定要答应我。起来，你我夫妻一场，又何时不能好好商议？快起！臣妾只想请求皇上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立储，国之大事，臣妾不过是一介妇人，不敢干预。3个儿子都是臣妾亲生的，也谈不上偏袒哪一个。可做娘亲的，只希望孩子们都太太平平，安康一生便已知足了。皇上不管立哪个孩子为太子，必定都有皇上的考虑。
臣妾只是从家中考虑，希望。你先起来，起来再说，行吗？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你还担忧什么呢？臣妾这几年头疼病发作起来，越来越严重，请了许多名医，服了许多方子，也不见好转。臣妾担心自己服侍不了皇上太久，更无法一直照看我们的孩儿，所以臣妾想央求皇上立长子为太子。高炽仁厚宽爱，对弟弟们一向爱护，当不致酿成什么人伦惨剧。只是高旭和高穗那2个孩子，他们一母所生，骨肉同胞。高旭若被立为太子，名正言顺，断不知再用残害兄长的手段移除后患。高炽是你的长子，自周公定礼以来，历朝历代皆立长嫡。而今皇上若忧于高炽的身体，若选择高旭的话，并没什么，只恐在高旭心里终究是块病了。建明事理以来，他们的兄弟之情便渐渐淡薄了。随军征战，几年历练，杀气极重，这手足之情便更是。皇上，臣妾担心，要是高旭一旦登基，断不能容得威胁到他皇位的兄长，也容不得詹姬这个孩子到那时。今日看见詹姬无忧无虑的样子，臣妾心有所感，故而伤感万分。臣妾只希望高旭登基后，皇上无论如何要想个法子，好生安置高炽他们一家，或封藩，让他们远离中原，又或者……不想孩子们兄弟相残。那就请皇上三思，立储当立长立贤，方才能保天下太平，保兄弟平安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国家建储，理从长嫡，天下之本在焉。皇长子高炽，秉性仁慈，居心孝友，为朕守嗣，养成列祖积累之后，受朕教诲之身，天意所属，兹正位东宫。今后要敬天为谨，辅君监国，儿之职也。六师兆民，以人信恩威，怀服其心，免祖宗社稷万年之庆也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退朝吧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卖烧饼嘞！卖烧饼嘞！老板，您的烧饼，给我来2个。给你。
谢谢大爷。给我拦好了。殿下，手下办事不力，让他给跑掉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都让他给跑了，我要他死！滚！是。夏洵呐，夏洵，你竟破坏我的储君大业！我朱高煦必让你碎尸万段！昨天晚上，那个来行刺你的人是谁派来的？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二皇子派来的。如今，这太子之位已确立，二皇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这几日自己要多加小心。你多吃一点。最近看你忙着让商铺恢复运转，都累瘦了。老爷、夫人，小君主又来了。夏洵，郡主，哎，给我添双碗筷。是，郡主。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玩啊！上次的事儿，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，准备怎么还呢？谢姐姐。我最近常和辅国公为政事奔走，你没有生气吃醋吧？怎么会呢？你们慢慢吃，慢慢商议政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夫人。哎呀，快扶郡主起来吧，给我备轿，我要去找彭姐姐。哎呀，好疼啊！郡主，如果以后没什么事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毕竟我是有妇之夫，免得惹人口舌。你是嫌我麻烦吗？可是我就想跟你一起玩。三哥死了以后，就再也没人陪我玩了，我也就只有你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就当我没说吧。你真的就这样出来了？那我能怎么办啊？换作是你，你肯定也受不了他那张谁见犹怜的脸。你呀，人家会撒娇，你就不会学着点儿，非要争强好胜干什么呀？这不还受了一肚子气。彭姐姐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，你应该知道，小鸟依人这种事儿我可做不来。况且，如果夏洵他真的变心了，喜欢别人的话，就算我再怎么温柔，也无济于事啊。反正我不信夏洵会变心，你也别赌气了，别再和他闹别扭了。启禀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辅国公夫人。什么人啊？说是皮草铺的掌柜的，来还债的。让他进来吧。是，大人。掌柜，这边请。请坐。多谢。你是哪家店铺的掌柜？为何之前我对你没有什么印象？谢掌柜，您贵人事多，管理这么多商铺，哪能把我们这些人都记住啊？我是齐卧铺的现任掌柜，和谢掌柜打交道不多，这次前来是来还上一笔的账。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记起来了。
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之前问我借的钱好像还不少呢。谢谢，连欠你账你都能忘，我也真是服了你这经商之道了。我这次前来是想和谢掌柜商量一下，商铺周转不灵，资金一时不足，能否用物品抵押？掌柜的，你也算是有诚信。换作是别人呢，要是欠了账，肯定都是能拖则拖，你反而是主动上门告知实情。你打算用何物抵消？谢掌柜，这是我家传的夜明珠，您看能销个多少钱？这色泽和质地都是上品，看着也有些年代了，这可是个稀有物啊。那这样好了，这颗夜明珠我就收下了，你之前欠我的账一笔勾销。啊，真的？那就多谢谢掌柜了。谢谢。这夜明珠你还没有仔细验过，就给人抵了债，你这样会吃亏的。彭姐姐，我可仔细看过了，这确实是个稀世珍品啊。一会儿见了皇后娘娘，不得无礼，眼睛呢别左右乱看。若是娘娘问你什么，回话前一定要先想过一遍，斟酌字句。我知道啊！你不放心我，还不放心夏老弟吗？他推荐我进宫给皇后娘娘看病，自然对我的医术是胸有成竹。我不放心的不是你的医术，是你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油嘴滑舌。哼！臣彭子琪，臣西门庆，拜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这位就是西门文书吗？回皇后娘娘，臣是西门庆，臣家中世代行医，到了臣这一辈略通医术。臣不敢夸口能为皇后娘娘药到病除，但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是全天下人的母亲。臣斗胆将皇后娘娘视作自己的母亲孝顺，能为皇后娘娘分忧，是臣天大的福气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孩子好甜的一张嘴，听得本宫通体舒畅，头疼都好了几分。就算你看不好本宫的病，本宫也绝不会怪罪于你。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本宫与西门文书有话要说。是，臣告退。本宫的儿子们都与你年岁相当，你也当本宫是你的母亲，那么不许隐瞒，如实的告诉本宫，本宫的身子是否不行了。臣不敢欺瞒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的确重疾在身。当日为了劝诫皇上早立太子，本宫曾谎称自己病重，真是没想到，竟然一语成谶。看你这样子，本宫的病应该已经无药可救，病入膏肓了，对吗？是臣无能，臣罪该万死。你有什么罪啊？快起来！谢皇后娘娘。不是你的错，人的寿命是天定的，换做谁也强求不来。一会儿你下去以后，如常的开药方送来，不管有没有用，只要本宫还吃着药，皇上总会安心些。臣领旨。
你打算怎么向皇上复命？皇后娘娘刚才再三叮嘱我，如今刚刚立了太子，皇上日日操心前朝事务，本就繁忙，皇后娘娘不愿令皇上忧虑操心，因此暂且不许我如实向皇上禀告。娘娘说，她的病既然已经是回天乏术，又何必让皇上陪她在一同煎熬着这些日子？还不如等到最后，再让她知晓，免得皇上费心政务的同时，还要牵挂娘娘，徒添烦恼。皇上与娘娘多年夫妻，当真间谍情深。你听好了，若是你以后有什么不舒服，你都不许瞒着我，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知道吗？我身子比你还强壮，你担心我，不如担心你自己吧。为了你，我会好好保重自己，你也一样，答应我。你还没答应我呢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子琪，编写宝剑一事进行的如何了？回皇上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。你呀，立储一事，宫朕个措手不及。朕没料到你反应这么快。是臣的失职，没有事先禀告皇上。无妨。高炽为太子，朕倍感欣慰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后、郡主。夏巡，不必多礼，我们之间无需如此。皇上若无什么要事，微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哎，今日你们怎么有雅兴这个时辰来御花园呢？有个傻丫头，得知夏巡进宫的消息，非要拉我过来。我是来看花的。明儿，告诉姐夫，你和夏巡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好朋友。特别好的朋友。朋友。好朋友。特别好的朋友。哦。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他现在对我很好。哦。我也对他。皇上。估计夏巡是被明儿给打动了。真的？哎呀！哎呦！皇上，明儿对夏巡真是一片痴情啊。若真能成的话，也不失为一段佳话呀。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姐姐和姐夫已经默许了我跟夏巡的婚事。过不了几日，就算是逼婚，我也要他娶我。郡主啊，就算皇上下了圣旨，夏巡也未必会娶你。夏巡和谢雨菲已经心生间隙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还差一些火候。臣斗胆建议郡主再多等几日。还要等啊？既然要做，咱们就必须完全斩断夏巡和谢谢之间的情感羁绊。如此一来，你我才能得偿所愿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现在才来，坐。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国公啊和郡主情投意合，不久就要成亲了。啊？不可能吧？辅国公不是家中有美娇妻吗？他怎么又和郡主在一起了？辅国公和郡主成双成对出入皇宫，还一同游玩，这不明摆着吗？
对不对？真有此事。辅国公会去郡主啊？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辅国公和郡主心意相通，我看啊，就差选个黄道吉日了。那是啊，你们想想，辅国公和郡主多般配啊，是不是？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谢谢，怎么了？你现在难道还会在意我吗？你不是都要迎娶郡主过门了吗？你又在乱说些什么？现在大家可都传开了呀。辅国公和郡主情投意合，出双入对，不久就要迎娶郡主过门了。都是一些民间传言，你又何须当真？我怕哪天你们成亲都不会通知我一声了，我可不愿意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料谈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无事生非、无理取闹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有些事情真真假假传来传去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究竟是不值得一提，还是说你已经不愿意再疼我、护我了？我和郡主的事情，我已经再三跟你解释过了，你为何总是不信我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说不定我这个辅国公夫人不久之后就要被别人取代了。你们年轻人真让人羡慕啊！谢姐姐，我最近常和辅国公为正事奔走，你没有生气吃醋吧？你们慢慢吃，慢慢商议正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难道你还会在意我吗？你不是都要迎娶郡主过门了吗？只是有些事情真真假假传来传去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究竟是不值得一提，还是说你已经不愿意再疼我、护我了？夏雪，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为什么一再的纵容小郡主？我呢？我在你心里究竟算什么？我就比不上那小郡主吗？你这个混蛋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。夏雪，你千万不要来找我。你要是来找我的话，我一定会重重的打你，让你知道我的心现在有多痛。怎么连酒都没了？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哎呀，是这样，我睡不着，深夜闲着无聊，所以就来看看你。季刚，你带酒来了，正好，我们不醉不归。来，来，好酒啊！谢谢，你少喝点吧。季刚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在一起喝酒聊天了，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呀！你何必要折磨自己呢？他不珍惜你，自然有人疼你、爱你、护你呀。他迟早要娶明儿郡主，你何必委屈自己和他人共侍一夫？你不如来到我身边，
我说过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我绝对不会负你的。夏雪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没良心的夏雪，你狼心狗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你要是对别的女人好的话，我就写封休书把你给休了，听见没？去。唉，夏雪，带我回家吧。回家，夏雪。夏雪，啊，你别走啊，夏雪。大人，那边说气已经不好了。去吧。是。谢谢，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为何我们终究都逃不过一个情字？季大哥，我只能用这个法子来拒绝你了，因为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大人，那边不断派人来催。只要大人一句话，就可以撒网了。传我命令，依计行事。是。不好的棋局，该是将军的时刻了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所谓何事啊？郡主。还烦请你转告夏雪，昨天夜里我和谢雨菲在一起。昨晚他就找你了？你们俩在一起？昨夜谢谢喝醉了，正好我去找他，之后我们就喝酒说笑，互诉衷肠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原封不动地转告夏寻。备轿。去辅国公府。夏雪，真的有人看到他们两个深夜共处一室，卿卿我我。哎，你听我说呀。郡主，你若真闲着无事，不如多读读书，做做画，总比往我的府上跑好。夏寻。我知道我一人的片面之词，你肯定是不相信。我可以喊证人作证，他可是亲眼看见纪刚抱着谢雨菲。郡主，你够了。这是我夏寻的家事，不劳烦郡主操心。在下还有公务要忙，郡主自便。纪刚。你这招离间计呀，果然使得好。大人，昨夜夫人和纪刚在一起，看来属实。属下昨夜跟着夫人，夫人到了一间酒家，在酒家买醉，后来纪大人突然出现。两人在店铺里一起饮酒聊天，但没过许久，纪大人便独自离开了。你为何要隐瞒我呢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怕此事会让夫人和大人心生间隙，倒不如……那继续好好的盯着纪刚，
莫非大人怀疑？我是怀疑纪刚图谋不轨。是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想着我回来伺候你，还是你和小郡主等着看我的笑话？你我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旁人。可是现如今你我之事早已成为旁人口中的谈资，你叫我如何不牵扯旁人？我不管你怎么想过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最好离纪刚远一点。难道你这是在怀疑我和纪刚吗？不。我是担心你，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。你真的对小郡主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还是说，在你夏寻的心里，小郡主的分量已经完全可以取代我了，是吗？我和郡主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够了，夏寻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什么了。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事到如今，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应该冷静一点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段时间，我会住到彭姐姐家去。但让你还住处不妥当。如果你不想见我的话，我去书房睡。这连番大雨使苏松变成大泽国，大多受灾严重，所以臣以为，朝廷赈灾。受灾地区亦当自救，各地府库存粮都应该先取来赈灾，同时，各城府大户人家的存粮也可以借来先用，这样的话缺口当不致太大。各地运来的粮食，方便运往苏松的，可就近运去，凭条子向户部报账，再从相近的没有受灾的地区赊一些地方留粮去赈灾。明年出粮地区的徭役，由受灾地区出工，以供还粮。皇上，苏松一带本是水乡，水乡百姓皆通水性，朝廷还可组织调拨一批船去，由受灾百姓中的青壮年组成船队，一方面救助困在洪水中的百姓，另一方面捕捞鱼虾、河藕等可以食用的东西，亦可用以充饥。众卿，同心协力。天灾虽大，但朕相信，此番一定可以将损失减至最小。但凡大灾，不畏王法、趁机贪墨的贪官污吏总是有的。受灾地区许多衙门都已被大水冲个精光，因急于赈灾，许多官吏要一人身兼多职，所以平常的规矩章法都顾不得了。若是其中有人贪墨，臣担心人手少了，无法明察秋毫啊！朕明白，百姓的救命粮，自有那黑心的关中贼层层克扣。朕粮哪怕1000万担，最后落到百姓口中，食不足矣的情形也曾有过。哪怕是法刀高悬，依然有人利欲熏心，悍不畏死。这种情形古今如一，所以监察一事，夏寻，臣在。朕赐你亡命旗牌，总揽灾区一切事宜。3品及3品以下大员，但凡违法，你尽可先斩后奏。这是个得罪人的活，别人做不了，交给你了。臣领旨。苏松地区本是我大明最富裕的地区，地方富裕，更易滋生贪腐行为。能在苏松地区为官的，大多都是背景复杂、人脉错综之人，后台都硬得很。夏寻，你给朕记住了。你到那儿如果镇不住，只管用我给你的权力，杀尽那些为富不仁之官。臣遵旨。
但凡贪墨赈粮、冒领赈礼、囤积居奇，只要落到我夏洵的手里，臣定不会轻饶。好，甚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朕就放心了。时间紧迫，夏洵，你带上督察院几人，即刻启程。是。我接到圣旨，明日就要启程去受灾地区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若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去找西门兄和彭姑娘。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躲开我？你我是夫妇，是要共度一生的，我为何要躲？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想借着这个名头离开这里，离开我，好一个人静一静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了，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出去吧。愿你一路顺风，平安到达。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。明日走了走，让夫人多睡一会儿，就别叫她起来。你连道别都不愿跟我亲口说一句吗？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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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也要喝嘛。我再亲一口。大人，你们俩先下去。大人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此番巡抚灾区的，乃是当朝辅国公。哎呀，师爷不必惊慌，这大笔的灾银已经送上去了。可是小人还是担心呢，听说辅国公公正不阿啊。这上面咱们已经打点好了，到时候自然会有人保我们这乌纱帽的。辅国公可是带着皇上的亡命旗牌呀，不知大人说的上面这位是？锦衣卫都指挥使纪刚，这名号够不够响啊？够，够。且不说我与他私交甚密，这次的灾银我压根儿没拿多少，大部分都进了他的腰包。就是他教我如何以课税的名义从灾民身上搜刮油水，到时候要是我出了事情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你说到时候他会不会护我们周全呢？大人英明啊！大人小心！好。大人一路上辛苦。不如稍事休息吧。看来你们湖州受灾情况并不严重，还可以等我们休息。大人呐，本府受灾情况较苏松一带要轻得多。自发水之后，下官立即组织湖州士绅百姓进行自救。下官可以肯定地说，水患之后，至少逃难到我湖州府的百姓都得到了妥善安置，迄今为止没有饿死一个百姓。是啊，是啊，大人所言极是。湖州是赈灾的最后一站了，看到地方上自救措施有如此得力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谢大人。大人，衙门里已经备好了住处，辅国公和于大人远来辛苦，请先到衙门沐浴更衣，稍事歇息。之后呢，我们湖州的官绅百姓备了酒宴，是特意感谢辅国公和于大人为赈灾之事奔波的心意啊！请辅国公和于大人一定要赴宴才是。常大人，这恐怕不太妥当吧？
我等是来湖州赈灾济民的，如今……大人呐，您看，我湖州赈灾一事井然有序，如今灾民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，只等洪水退尽。这里既是大人此番赈灾的最后一站，两位大人已是功德圆满了。这不只是替我湖州百姓感谢大人们，也是替浙江受灾的各府百姓感谢两位大人。大人们又怎好冷了我们湖州百姓的心呢？大人，您看，大人，您看，现在天色已晚，辅国公和于大人想必疲乏了，今日也不宜再过问公事了。这样，明日一早，下官自会向辅国公和于大人禀报湖州灾情。辅国公如有意去重灾的地方走走看看，下官愿意陪同。辅国公，走吧。是。我总觉得这儿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，表面看上去十分的平和，但是从灾民的眼神当中，看到了不安和愤怒。莫非这里面藏着什么？这样，你帮我去暗中调查一下。但愿我的直觉是错的。辅国公，酒宴已经备好，请您移驾。好，请。辅国公一路辛苦了。来，诸位大人，我们举杯共敬辅国公。辅国公，请。辅国公，我湖州乃是您此次巡视的最后一处。幸好我湖州受灾不重，百姓尚得安居，也不劳辅国公和诸位大人劳心费神。依下官的意思，辅国公和诸位大人如不急着回京城，可在湖州多逗留几日。多谢府台大人美意。这一路巡视赈灾下来，依目前情形来看，以湖州最为得力，我定会禀明皇上。谢大人。下官与锦衣卫都指挥使纪刚乃是表亲，下官从表亲那儿早已久仰辅国公大名，只是无缘相见，今日难得一见，下官甚是荣幸。下官这番心意，请大人您一定要笑纳。好说，都是自家人，好说好说。大人，这一位就是我湖州花魁席思姑娘，歌喉甚妙啊！席思姑娘，且伴清歌。来来来。席思姑娘，这一位是我当朝辅国公。大人一路不辞辛劳，风尘仆仆，代天子镇万民。你可得代表我湖州百姓，敬辅国公一杯酒才是啊！把酒满上。你们喝的是百姓的血，吃的是百姓的肉，那投河自尽的无数冤魂，正在你们的酒杯里哭泣。辅国公，这酒，你喝着香吗？你大胆西斯！你敢胡言乱语，诋毁朝廷命官，又酒泼辅国公，以下犯上，不知王法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哎。你着什么急啊？大人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
若是不叫他一吐衷肠，那别人还以为啊，你湖州府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！这传扬出去，殊为不美。是大人。本官乃督察院御史于世吉，奉旨巡视灾区，专查不平之事。西斯姑娘，你若有冤屈，可向本官申明。但是本官丑话说在头里，以民告官，若举告不实，则是要罪加一等的。告官？我没有告官。小女子既不是苦主，也不曾蒙冤。湖州大水，无数人破家，可西斯照样锦衣玉食，出入豪门，笙歌燕舞，梦死醉生，又有何冤屈可言呢？西斯只因那所见所闻，胸中有不平之气，不明难安而已。好，好个不平则鸣！我相信对于御史来说，可比这轻歌曼舞更加中听。11年前，这里也发过一场大水，因为那场大水，我的家没了。那一年我才7岁，我是被我爹噙着泪卖进青楼的。这狗官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程，先是对灾情逆而不报，继而横征暴敛。我的父母家人虽然熬过了洪水这场大劫，却没能熬过人祸这一劫。终于还是我恨这天，可我更恨你。你封了城门，坐视百姓求告无门，背井离乡。你坐视无数孤寡走投无路，投河自尽。你与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们勾结起来，利用这一场天灾，强迫多少童子贱卖自身，做了你的家奴；又强迫多少好人家的女儿含羞忍垢，做了你的玩物。你们这些吃人的官老爷！这位姑娘所言，是否属实啊？傅国公，您可别听他胡言乱语，一定是有人指使了这贱婢，借这个机会来诬告下官。下官治理地方不畏强权，着实是得罪了不少人，这一定是那些人的奸计啊！傅国公大人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问在座的士绅官吏啊。是啊，傅台大人，爱民如子，赈灾抚民，殚精竭虑，不辞辛苦。这样的晴天，打着灯笼都难找啊！是啊，是啊。爱民如子，好一个爱民如子！你们一个个是瞎了眼，还是蒙了心？这位席思姑娘，当众控诉湖州知府贪赃枉法、贪没公粮，便对湖州水患，身为一方父母，拒不开城，亦不接济，迫使无数难民或是逃难他方，或是投河自尽。这其中他说的任何一条，如果属实的话，那可都是掉脑袋的罪过啊！傅国公，这……可是本大人这一路行来，发现这赈灾井然有序，城外灾民有宿处，有衣穿，有食吃，这是本官亲眼所见。可和这位席姑娘所说的，是大不相同啊！傅国公英明，傅国公英明啊！这竟是奸人受计，谗言诽谤，还请大人明察呀！席思本不指望这一番话就能为湖州百姓深得冤屈。诸位老爷们觥筹交错，兴致正高，小女子就为各位老爷们再添点彩头吧！不可！你想就这么死了，哪那么容易？
若容你这样死了，朝廷的体面何在？于御史，在。这件事情就落在你身上了。刚才席姑娘所言种种，都要逐一查明，辨明真伪，还府台大人一个公道。啊，谢辅国公。国公所言甚是。来人呐！在。西斯姑娘是重要的人证和嫌犯，将她押回青楼，独置一处，严加看管。待我查明真相，再做处置。遵命。走。大人，夏巡他们已经到了湖州。湖州长英林，以为做点表面功夫，花点银子，就能与我攀上关系？哼，痴人说梦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不出一日，夏巡定能发现其中端倪。需要属下提醒常英林吗？不，像这种人不要也罢。在夏巡找到相关的证据之前，务必让他闭嘴。属下明白了。哎，我教过你们，让人闭嘴的最好办法是让他永远开不了口。是，大人。那常知府也是饱读诗书，又承圣人教诲之人，怎能干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来？一个人要是黑了良心，跟读没读过书又有何相干？我另有一事要嘱咐你。下官不才，大人请吩咐。我已经派人去暗查此事，一旦查获实据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就要在湖州多住一些时日。杀贪官是一桩，另外要把之前流散在四方的灾民都招回来，镇静安顿，不能再让他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找回民心。你要记住，既然是官，就得为民。遵命。西司所知，只有晚间所言。大人若要查证，当去查那常英林的账，问那些颠沛流离的灾民，还需要问民女什么呢？不然，姑娘所知绝不止于此。本官要查明情况，一时之间在此地也不知何人可信，请教姑娘是最好不过的了。这些都是国公查到与府台勾结的官绅和奸商，姑娘看看，是否还有漏网之鱼？民女遵命。副国公，这罪证不明，您不能拘押下官呐。常英林，你府库之中空空如也，一米无存，与账上所在已收的60万担存粮账目全无相符之处。府库大使也在场，被我当场擒获。据他交代，粮米早被你伙同那些奸商瓜分卖掉，人证物证都在。你还有什么不明白？我可以给你一一道来。副国公，下官的表亲可是纪纲纪大人呐，您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吧？大人，于是即为国擒贼，现人证物证一众人犯口供俱载，容不得他狡辩。一应证物，大人随时可查。副国公，纪大人可是锦衣卫都指挥使，你们日后总得相见呐，这以免伤了和气啊。我倒是要看看这纪纲的佛面大，还是我这亡命旗牌大。副国公饶命！副国公饶命啊！副国公离京之日，皇上亲赐亡命旗牌，许以机变之权。3品以下官员触犯王法，可先斩后奏。今常英林等一众奸党，上欺天子，下害黎民，天怒人怨，罪大恶极。下官叩请大人顺应民意，请出亡命旗牌，
斩杀长贼。行，亡命旗牌！傅国公饶命！傅国公饶命啊！姑娘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去打个水。好。小马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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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马哥。这就是得罪我们锦衣卫的下场。都去了这么久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小林，是不是老爷回来了？不是，您的一处珠宝店被查封了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让我进去，这可是我的店。放他进来。不知二皇子来我这珠宝店有何贵干？竟然是辅国公夫人的店铺。哎呀，我真是有眼无珠。不过，这事儿可就难办了。二皇子，您此言何意啊？夫人，可认得此物？这是我的东西。夫人如此坦荡，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，会有人敢指认你们吧？我收到消息，有人指认辅国公下旬受贿卖官。不可能！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可是夫人，您刚刚已经承认这夜明珠就是你的，而且指认的证词中明确有提到，这夜明珠乃是行贿之物。这夜明珠只是商人给我还债之用的，和辅国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也希望是这样。那么，还请夫人拿出证据，或者账本，来证明此物是合情合理所得。我这次前来是想和谢掌柜商量一下，商铺周转不灵。谢掌柜，这是我家传的夜明珠，你看能销个多少钱？哼，是不在这儿呢，还是根本没有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二皇子明知道我根本拿不出证据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证词证物都指向下旬，恐怕我得需要向皇上禀明，才能再做定论。所以，还要委屈夫人回辅国公府好好待着了。来人，在。将辅国公夫人囚禁在府中，没有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望。是，夫人请。这局部的可真大呀！这些都是你查过的？正是。儿臣顺着指认人给出的线索，他们统一口径都说，和辅国公并没有直接的接触。但均通过辅国公夫人进行贿赂，以谋取好处。查！查！给朕查！朕倒想看看，到底有多少人谋取了多少好处！儿臣领旨。
怎么样？见到了吗？这都第几次了，还不肯让你见？看来二皇子这一次是真的要夏大哥的性命。我一会儿换佐丹传信给夏巡。这次二皇子估计不会善罢甘休。好，不能再听任谢谢瞒着夏巡。若是真有个3长2短，到时后悔都来不及。你才刚回来，又要去哪里啊？我突然想到，收夜明珠那天我也在场，我去街上逛一逛，说不定能碰到那个人。关心则乱，你也不想想，二皇子处心积虑布下这个局，能这么容易让你找到他的人吗？说不定那个人早就已经拿了钱远走了，或者已不在这世上了。你还是省点体力，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还是你的棋布的好啊！哎，我倒是没想到，这辅国公夫人还真是名不虚传呐。这经商之道简直一绝啊！哎，不过也是个烈性子。哎，不论我怎么威逼利诱，他都不肯松口认罪。殿下，这鱼还没入网，您可千万别把鱼饵给弄丢了。放心放心，我还要留着它，让夏巡好好感受一下切肤之痛呢。哎，对了，人已经干掉了吗？是。好，那咱们就等着大鱼入网了。啊，客官，喝点水吧。多谢。你看这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要不在这儿休息一晚再走？啊，不了，多谢您好意啊。告辞。慢走啊。告辞。路上小心啊！就。郡主，怎么样？皇后怎么说？皇后娘娘说她要静心休养，让郡主不要打扰她了。姐姐一定知道我是为了夏巡一事找她想办法求情，所以才想出这么一招不见我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若是由得二皇子乱来，真坐实了夏巡的罪名，就算是洗脱罪名保住了性命，这名声肯定大受影响。郡主，奴婢有一计，可以保住辅国公。说，如果真能救辅国公于危难，我定有重赏。这样真的行吗？这样一来，不但可以救辅国公之难，还能帮郡主解心头之恨呢。你可知我找你所为何事？侄儿不知。我有一计可解你心中所忧。哦，姑母什么意思啊？二皇子已经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，而夏巡作为制衡二皇子的重要角色，在朝中的地位万万不可动。可如今发生此事，你能不紧张吗？姑母真是胆色过人啊！我有一个法子能够保住夏巡，还请姑母明说。既然要保夏巡，不如把罪状全部推到谢雨菲身上即可。坊间已经流言四起，说与辅国公无关，都是辅国公夫人暗中策划的。如此一来，夏巡便能化险为夷。不可，
岂能让辅国公夫人一介女流蒙受不白之冤？俗话说：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”如今国有危，夫有难，妻子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挺身而出，为夫分忧吗？既然间谍情深，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更应该牺牲小我，成全夫君之大事。辅国公夫人能答应吗？我自然有办法让他答应。